朋友们好，这里是康居别院，欢迎大家来到美丽的湘西。今天我们又来大山里面看房子了。这是进入这栋房子的土路，宽3米左右，大概有150米，没有硬化。再过去就是水泥路了。现在我们听到播报的声音，就在小河的对面，那边是一座学校，在这底下就是幽水河了。可以看到这边的树木啊，非常的茂密，这些都是一些绿化树。那我们要看的房子就是镜头前方的这座平房了，走进去看一下。整个院子都已经打上了水泥地面，但是长时间没人住，长了很多杂草。那这栋房子已经建的有20多年了，看起来比较旧。院子的外面也有很多绿化树，这些也都是常青树，但是我觉得啊，这些树木啊挡住了视线，要不然我们站在围墙的位置，可以直接看到底下的幽水河。河里面是可以钓鱼的，每天在河的两岸都有很多钓友，经常都会上一些10多斤的大鱼。就在那个位置就是幽水河。待会儿呢，我们先拍房子，最后我们去到河边给大家看一看。那这栋房子距离县城大约是10公里，距离附近的乡镇集市2公里。乡镇是每5天赶一集，是一个土家族集市，有一些新鲜蔬菜水果卖，但是这边都有个习惯，一定要赶个早。像买这些蔬菜水果之类的话，天一亮之后，陆陆续续就有很多商贩在做买卖了，大部分都是当地的老百姓了。这是房东阿姨。那这栋房子我们可以看到，上面盖的是土瓦，这边打了一块翼子板。从这些瓷砖我们也可以看得出，时间是比较久的了，上面都是装了玻璃。这边有块玻璃都已经坏掉了。在这边就是厢房，这边可能也是他们家的厨房。这边就是这栋房屋的大门了，有6扇大门，平时只要打开2扇，进出都是非常方便的。在这边也是一个卧室，这边通水、通电、通网络，车子基本上也可以开到院子里面。这边的围墙如果后期拆掉的话，沿着土路直接把车可以开到院子里面。那接下来我们走进房子里面去看一下，可以看到修的砖房子是没有门槛的，非常的平整，这一点就比较的方便了。像一些木屋的话，都是有高30到40公分左右的门槛。这边堂屋也都打上了水泥地面，宽约20个平方左右，墙壁呢也是比较陈旧了。那这是一栋坐南朝北的房子，这边的海拔达到300米左右，不用担心到夏天的时候这边的温度也不会很高，
因为就在小河边，每天吹着的风还是非常凉爽的。其实这栋房子距离小河边是非常近的，从这边有台阶路往下面走，我目视一下，大概也就10米左右。那现在我们走到小河边去看一看，这底下的厕所也就是猪圈，也是他们家的。这边的台阶道应该也是他们家自己独立拥有的，但是现在每天都有很多钓友来到这边钓鱼。在对面就是学校了，看，离小河没有多远吧。这边的猪圈没有多宽，可能也就10多个平方左右吧，有个厕所，有个猪圈，上面也是盖的土瓦，砖结构的。这底下以前是稻田的，但是有的年层下暴雨，可能底下会淹没一段时间，所以现在已经荒废了，没人种田。在这底下还有一个小棚子，也不知道是用来干嘛的。其实院子外面的地还挺宽的，可以看到河里面的水碧绿碧绿的，看起来让人感觉非常的舒服。你们喜欢这样的环境吗？专属的钓位，每天在这边钓钓鱼，哎呀，真的挺舒服的。我已经在考虑，如果在这边住下来，该怎么去打造这边的田园风光。其实整栋房子离小河边呢很近很近，而且是独门独院的房子，和邻居呢相隔有50-60米左右，非常安静的一座房子了。门前就是被这片树林挡住了，如果把这片树林砍掉的话，坐在院子就可以看到小河的全貌。那我们往上面走，再来看一下这个台阶小道啊，其实走在上面也是非常有那种意境的。这边的台阶路包括石头矮墙都是他们家自己垒砌的，因为在这边只有他们家一户人在用。背后的这栋房子是才建没有多久，但是也没有住人。那我们这边看到有几株兰花，都是野生的，开着花，很漂亮。好了，朋友们，我是石头，喜欢请关注康居别院，我们下期的视频再见了，拜拜。朋友们好，我是石头。时隔1年，我们再次来到了这处无人村。整个村子啊，只有5栋房子，其中的3栋还无法居住呢，房子破损的非常严重。有2栋房子呢，现在住着有位老人，另外1栋房子呢，有位大哥，偶尔呢上来看一看，平时呢也不住在这边。那房子周边的环境呢还挺好。旁边的土呢也很宽，但是这样的一处地方呢，因为交通不是太便利，所以呢，村子里面的老乡啊都搬下山了。那说了这么多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寨子的环境究竟如何，再看一下大哥的这栋房子究竟情况怎么样。
这是进入村子的道路，都是砂石路面，车子进来啊还是有点费力的。我的车呢都停在上方，我们是从这条路进来的。那边呢直接通往县城，将近有4公里左右。这边只是因为砂石路，路不好走，所以轿车进这边可能是有点难啊。我的是 SUV， 还可以走得进来吧。这是去年冬天这位大哥啊自己修建的砖墙，现在还没建好啊，因为有其他的事情，所以又忙着去了。这栋房子啊是前大概6、7年左右大哥买下的，他也不是这个村子的人。房子买下了之后啊，做了一个简单的装修，现在这栋房子啊是可以直接入住的。当然整个院子还没打理出来，这边啊也是长满了杂草。这里还有一处太阳能的电线杆，到晚上也会自动的亮灯。这栋房子啊通水通电，喝的是山泉水。车子是可以开到院子里面的。当然现在留的大门是比较小。这里呢有一棵枣子树，这边还有一棵无花果。这是长沙过来的一个女孩子，想租这位大哥的房子。看房子门前的视野还是很不错的。这外面啊以前都是老宅基地，现在房子拆了，长满了杂草。旁边的那栋房子啊破损的也是非常的严重，基本上是不能够住人了。我们要看的这栋房子呢还比较好，这是大哥呢平时来打理的结果。我们先从外围看一下吧。看这边的瓦片啊都是他从其他地方拉过来的，上面呢也都装了摄像头，装的有电表。这一间呢一直没有清理出来，他重新要改造一下。这边还挺宽的，以前是灶台，上面的屋顶啊垮掉了之后啊就一直没修起来了。其实整个院子现在长满了杂草，稍加的清理还是挺不错的。那边也是一条进村的道路，这边距离城里啊将近有4到5公里，距离镇上呢也差不多3公里左右。底下呢是著名的古苗河景区。据当地的老乡说啊，在年底或者明年的年初，这边可能要修路了，到时再上山啊就方便了许多。房子的外墙这些木板啊颜色显得比较深，重新打磨上油漆还是挺不错的。这是一栋5住9的房子，进深将近有9米左右，开间呢是4米，一个堂屋，两边是卧室，其中呢有间卧室还没有完全装修出来。这间卧室呢是直接有床可以入住的。他们是走到那边去看房子周边的环境了，所以我们现在走进房子给大家看一下里面整体的情况究竟怎么样。在我们这边啊建木房子都有一座门槛的，好在大哥家的门槛不是特别高，很容易就跨过去了。堂屋呢地面做了一个水泥的硬化，背后呢是铺了木地板，这旁边呢也是木地板。房子挺简陋的，中间呢有大彩电，背后呢有些工具，这边有个木质的沙发，
墙板呢，大哥是做了一个打磨，然后呢上了油漆，包括这些立柱啊都已经打磨过了。看得出这位大哥平时也是喜欢手艺的一个人，有些书籍。这个楼板铺的也是比较简单。这边还有饮水机，偶尔呢他也会上来住那么1-2天。这里还有个大冰箱，开一下冰箱里面还通电吧？耶，还放的有菜，还通着电的，所以基本上这栋房子啊，打扫一下就可以拎包入住了。开放式的客厅，我是非常喜欢的。看整个堂屋呢，连着这边就是一个很宽敞的客厅了。这边的木板呢，也都是重新打磨，上了油漆。2楼呢是没有装修出来的，铺上一层木板就可以了，这个很简单，很好处理啊。这边窗户呢是装了玻璃，房子是简陋了一些。这边呢有液化气罐，还有灶台。平时煮饭啊也是挺方便的，还有些锅碗瓢盆。这里啊有一口农村的火塘，到冬天啊在这里烧火取暖，上面呢就熏腊肉。2楼呢是有座木梯可以爬得上去。这边啊大哥简单装修了一下，底下呢放了床，可以在这边睡的。这个房间住起来也是挺不错。这栋房子啊，应该是屋顶没有漏雨的。我们可以看一下瓦片呢，都还挺好。房子2楼呢，楼层高度也比较高。长时间没在这边住啊，地板还是有一点点飞尘比较多的。安逸啊，特别的安逸，独门独院，住在这边不用担心有人过来打扰。开门就见山了。当然，房子背靠着大山，面朝着也是大山。这边的海拔将近有400多，接近500米左右。到夏天也是挺凉快的，尤其晚上啊，还要盖被子睡觉，要不然有点冷。房子的旁边这块空地啊，也是以前邻居家的老宅基地，长满了杂草。当然，如果朋友们想问，这栋房子旁边有地可以种吗？村子里面好几十亩地呢，如果在山上发展养殖、种植，都是没什么问题。像我们这边的土地啊，如果承包的话，1年的租金400到500块钱1亩左右，价格也不贵。这个应该是电视的接收信号的一个天锅。现在可以买那种移动的 WiFi， 挺好用的，不需要再牵网线了。在那边呢是一座山峰，再过去就是悬崖峭壁，底下就是古苗河景区，很深的一条峡谷。平时啊很少有人来到山上的。这边老百姓搬走了之后啊，基本上就很少有人过来了。你还上来了？呵呵。看这边大概有70-80个平方左右，修建出来的话，做一个厨房，还有做一个凉亭。有朋友过来
可以在这边喝喝茶，户外烧烤，真的是挺不错的。其实像这样的一栋木房子啊，它的楼层高度比较高，把2楼装修出来也是可以作为房间的，但是成本也比较大。这样的一栋房子虽然有堂屋，还有那边卧室都算比较好，可以打扫卫生入住，但是如果全部装修出来的话，大概也要6、7万块钱左右吧。还要把院子打理出来，该做硬化的做硬化，有些地呢要挖出来，种菜的要种菜。所以说在农村里面打造一个田园小院也是挺不容易的。这边的院门啊也要重新的修一下。当然在这样的农村里面不要关门都没什么问题的，因为没有邻居嘛，大家都搬下山了。现在上面呢还住着一位老人，整个村子里面呢基本上白天到晚上都碰不到人。好了，朋友们，那这一期的视频就暂时为大家分享到这里。我是石头，喜欢我的视频还请记得点个关注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